为什么要特地被藏起来，还花这么迂回的方式给我们找到？不知道哎，会不会是某种族谱啊？族谱也不用藏啊。说不定是欠钱的人拿来讨债用的啊。哦，你怎么脑袋都在想着钱呐、你太俗气了吧？会不会是计程车？那还不是钱？哦，你们的想象力都太保守了。依我看来，应该是东方辛德勒的迫害名单。囡仔人有耳无嘴嘛，黑白讲话啦，小心飞碟就在你身边啦。匪谍，匪谍！哎呀，叔叔，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没有匪谍了啦。嘿啦，你即马是自由年代，恁较好命啦。阮较早囡仔时吼，话若黑白讲吼，就是爱砰砰。有没有这么严重啊？你唔知哦，那恁即马吼算足自由的啦。啊，会当遮自由吼，迄是偌济人安尼流血流汗拍拼啦，你知影？阮较早莫讲话啦，你都敢若头壳黑白想吼，哈，念你就思想犯啊啦。那我不就惨了？我打钢拢在欧北修。还可以连脑袋里面在想什么都管，也管太宽了吧？你唔知哦，管到对太平洋去哦，伊若要徛你，就用掠你啦。啊，若要掠你吼，连互你转去厝，就讲一句再见的机会都无，直接人就判决啦。我记得刘川说过，在民国71年，他爷爷在冬至那天忽然不见了。爸，会跟你说的这些有关吗？我要来知啦。啊，你唔免搁讨论你啦，啊，无出代志啦。叔叔，现在是1997年，悲情城市都在卖藕泥啊，不用这么悲情，不用这么小心翼翼了。啊，反正你这囡仔人哦，啊，都好好啊读书就好啦，好好啊珍惜这款的自由年代就好啦。不，听到无？听到？不要！将军连，这么多个将军连呢？你有什么消耗啊？我找到一本。这边有好多个将军连，可是如果每一个都打电话的话，应该会要打很久很久。看一下这个吧。作者江举莲，台北人，民国15年出生，丈夫张东阳为台湾诗人，处于太平人沉船事件。复出后，江举莲趁机一搏，从事文学绘本创作。太平人事件，如果你爷爷在太平人上，张东阳，后来乡，去巴州，名册上的人都是太平人事件的罹难者。到底为什么啊？爷爷想让你知道什么？这些和通往自由有什么关系啊？名册上的人太多了，我们先专心在江举莲吧。我总有一种预感，只要找到他，所有的谜题都会解开的。很久很久以前，西边有一个自大的船长，说要带人去东边的希望之国，但是因为他的无知，害得船只沉了，一船人在海上漂流，幸运的漂到一个孤独的小岛，自力更生。岁月悠悠，一去就是10年时光。船长在岛上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妇孀，他假装要和她在一起一辈子，只是为了骗她的珍珠玛瑙，好把船修好回去。然而在小岛的日子是那么美好，自大的船长一边享受日子，一边慢慢修着船。又是几10年的时光，他的须发已白，水手老去，
你问他修船要做什么，他自己也忘记了。好奇怪的故事哦。这个故事好像我们国家的历史啊。船长就好像来到这里的政府，一直想要回去原本那块大陆，但却不知不觉落地生根了。美丽的富双，我想指的就是台湾人民。你看这日期，1983 1月5号。1983，应该指的就是这本绘本完成的时间。可是这本1996年才出版呢，中间为什么隔了10几年这么久啊？隔了13年啊！我爷爷是在1982年冬至失踪的，那时候这本画册也差不多完成了，直到去年才发行。我是在今年找到爷爷的宝藏，发现爷爷想要我为他做点什么，好巧。你有想到什么吗？不知道啊，只是觉得这一切好像在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好了。阿庆，你在干嘛？我在回忆被判死刑前的最后1分钟。哈？什么意思啊？白雪，一场明明会赢的赌局，却在最后1分钟故意输掉，这到底是什么心态啊？你是说你跟 Tracy 啊？是啊，到底怎么会变成这样啊？你从以前就很喜欢跟女生打赌，每一次都赢哎，而且每次都超开心的。怎么这次明明赢了，还这么难过啊？我想应该是 Tracy 对你而言有不同的意义吧。可是他现在都拒我于千里之外，只告诉我他怕，却又不肯告诉他怕什么。啊，就从来没有这么搞不懂女生。其实女生很简单，也很好懂的。她们最害怕的，就是不知道对方在这份感情上面是不是有跟自己一样的感觉，而她们想要的，其实不过就是一份真心的承诺而已。真心的承诺。嗯。下雨了。这种时候，愿望怎么可能会实现呢？你许什么愿望？出乐很好啊，你干嘛叹气啊？搞不好很快就会实现嘞。
刚好相反，我的愿望离我越来越远，注定是不会实现。幸运神在这种时候掉，还真是讽刺。你怎么会相信这种东西啊？我先去洗澡了。哦。请进。Tracy 呢？阿庆，你全身都湿了哎！哎呀，不要管这个啦。Tracy 在哪里？哎呀，你先把身体擦干啦。崔琪去洗澡，你在这边等他一下吧。好，谢了。哎，我跟你说哦，刚才崔琪幸运神掉了，好巧，你就来了。他的幸运神掉了，那你知道他许的是什么愿望吗？我应该可以跟你说吧，但是不要跟别人说是我跟你说的。嗯。他许的愿望是 true love。True love。我要找他。哎，你要去哪呀？女生浴室哎，你不能去啦。在哪里？我知道你听得到。我终于搞懂了，其实我和你在爱情里都是同一种人。我们都以为对方是高手，所以在这个赌注里互相过招。但是，其实我们都是胆小鬼，都以为这只是个赌注，谁先认真，谁就输了。害怕放了真心，就会被对方知道。但是说到底，你还是比我勇敢一些。在最后1分钟，你用你的真心来面对我们的感情，是我傻傻的还不懂，以为这只是个赌注。那一刻，我们度过一个除了你我，就只剩下时间的世界。是我太笨，现在才知道你的意思。可是你也太小气，只给我这1分钟。Tracy， 如果我现在想通了，你还愿意给我时间吗？You and I, we were meant to be. I feel it in my soul, feel it in my soul. Never separated. Tracy， 我知道你会害怕，你拿出真心会被我糟蹋。毕竟我们的开始只是一场游戏。可是你也知道，我比你更害怕。
害怕这场游戏一结束，你就会离开我。如果我们可以再来一次，如果可以忘了那个赌注，让我重新的追求你，我们都不要害怕了，好吗？Follow me, I'll follow you. We will pursue everything together. Do tests and trials, love renew. Yeah, we've made it. We've always been proven true. We've always been proven true. Still, the world that tries to steal our home tries to make us numb, but our love has overcome. And you, my dear, you are my prize.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love overflow, I'm never letting go. 我现在就想看到你。等一下，所以你承认我是你男朋友喽？对了，快走啦！到了，这里就是江菊莲女士的家了。还真是诗情画意的地方，难怪可以画出那样的绘本。看起来好像没有人住了。怎么了？不知道，这里有种很熟悉的感觉，真的吗？还有那个风铃。有人在吗？有人在吗？有人在家吗？不好意思，有人在吗？请问有一位江菊莲女士住在这里吗？江菊莲女士在吗？你们在找人吗？这里已经没有人住了。不好意思，请问江菊莲女士是住在这里吗？你们找江菊莲，你们是？是这样子的，我在整理我爷爷遗物的时候，发现了这本名册，上面记载着张东阳先生要给江菊莲女士的一个怀表，上面还标记了日期，民国71年12月22日。因为我爷爷过世之前没有交代这本名册的意义，所以就想找江菊莲女士询问一下。你爷爷叫什么名字？我爷爷叫刘平。你就是刘平的孙子。您认识我爷爷吗？是我父亲认识你爷爷。真的啊？那他们是太平人上的朋友吗？所以您是？我是江菊莲的儿子，我叫张嘉玲。
这就是当年他们见面的地方。我们看过江女士的绘本《自大的船长》，所以打听了江女士的消息，不知道哪里可以见得到她呢？我母亲去年发表她的绘本以后，像是心愿了了一样啊。过不久，她就往生了。但是我母亲一直把你爷爷放在心里，她不断地提醒我，这辈子如果有机会碰到你爷爷的话，一定要当面跟他说一声道歉。当年原谅他了。其实我自己也想过，这辈子应该是没有机会，可是没有想到，老天爷竟然把你们两个送到我家门口。人生的际遇实在是太奇妙，可惜没有机会碰到你爷爷。上一代的人啊，一个一个走，但是他们的遗物、他们的故事却留下来。当年太平轮要沉没的时候，我父亲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把一只怀表托你爷爷交给我母亲江一年。那一只怀表，就是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一只。你手册上的日期，就是你爷爷跟我母亲见面的那一天。我记得那一天的日期是民国71年12月22号。我母亲一直等待我父亲来台湾一家团圆，一等就是30年。没想到最后等到的是一只怀表。我母亲经过30年的等待，该流的眼泪都流干了。可是看到你爷爷送来的怀表，他还是哭到不能自己。原来这些太平轮上面的罹难者把这些交付给我爷爷，我爷爷再托付给我。这些托付好重要哦，可是为什么设计在寻宝里啊？张先生，我再请问您，您刚刚说你母亲说的连累我爷爷是什么意思啊？还有，这本名册上为什么只有江举莲女士的栏位有标记日期，其他人都没有呢？知道的船长，内容你都看过了吗？我看过。我认为那本书是在影射我们国家的历史状况。家母是个读书人，当时的不自由年代，她被视为思想危险的人物。他没有任意发言的自由，只好把对国家的看法
藏在他的创作里面。他被监视了好几年，也因此连累到萍水相逢的刘平。或许因为如此，刘平不敢再继续归还物品，怕牵连到其他的人，所以你名册上面后面的名字通通没有日期。所以说，民国71年12月22日，我爷爷之所以会消失，是因为对，白色恐怖。感谢两位，感谢你们的拜访，谢谢。谢谢您的帮助，找时间我会再来拜访您的。好，那就后会有期了，再见。再见。你先在外面玩，爷爷先进去啊。好。弟弟，拿一下。弟弟，你今年几岁6岁。那谁带你来这里？爷爷。那爷爷叫什么名字？刘平。你知道爷爷来找谁吗？知道。单曲脸。你会写他们两个名字吗？会。那你写给叔叔看好不好？好。走走走，我们回家吧。这个字谁叫你写的？一个叔叔。爷爷，我要去洗澡了。好，赶快去洗完澡来吃汤圆了。好。爷爷，我洗好了。想起来了，那时候爷爷会失踪，是我害的。为什么你说你爷爷失踪是你害的啊？当年
我爷爷带我来到这里，留在屋外看风铃，没有进去。然后就来了一个叔叔啊，问我会不会写字，问我爷爷叫什么，他来找谁。我就在地上写下了刘平，还有张菊莲。就回家之后，爷爷就不见了。是我害爷爷失踪的，也是我害那些宝物没办法物归原主。怎么会是你害的呢？你那时候年纪那么小，而且你爷爷后来不是也回来了吗？爷爷回来之后，或许是因为安全受到威胁，所以没有继续归还宝藏。每一个没有被归还的物品，背后可能都隐藏着某人失望的一生。而我居然是这些悲剧的加害者。这件事不能怪你。你爷爷从太平轮回来是民国38年，他带你来江家是民国71年，30几年都没办法归还的东西，怎么能责怪一个6岁小孩无心说出来的话呢？不知道我爷爷这30年来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始终无法去见那些物主。到底压抑了多少心事在心里啊？到过世前都保持了遗憾吧。那过程也许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但一个时代的不自由，不是谁的错。你不要把这些错都揽到自己的身上啊！不如我们积极的想一想，该怎么样把这些东西一件件的物归原主。我会完成爷爷的遗愿。我们一起把名册上面的东西一个一个找出来。刘传南，你现在是成年了，是有权利可以看。不过，我跟你父亲讨论过啊，他说等你成年之后，他会再亲自跟你说。所以，哎，爸。哦，对了，听说你通过律师考试了，恭喜恭喜啊！哎呀，那么年纪轻轻的通过律师考试了，我们家阿庆还不知道多少年才考得上啊！不会啦，阿庆资质也很好，过不久一定会考上的。对了，你暑假应该来我这边实习的，怎么没有来啊？我想说自己去外面磨练磨练，就没有麻烦叔叔了。很好，很好，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很好，很好。叔叔，那我们还有事，先走了，不打扰您，您忙。好。哎，不好意思啊。哦，不会。谢谢叔叔。哎哎。爸，去忙你自己的事了。哦。为什么你爸要亲自跟你说啊？不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不知道啊。
没关系啊，遗嘱的事我再回去问我爸就好。说的也是，那等你问清楚了再跟我分享吧。伟松啊，事情有点状况了。这些东西啊，目前确实是我们协会所收藏的。哦，那理事长，我有可能把这批东西拿回来吗？这个嘛，我们协会对于古物的捐赠啊，有一些规定。捐赠者啊，在捐赠的时候都会跟我们协会签约，在反悔期后啊，很少有把东西拿回去的潜力耶。这个啊，可能不好意思帮不上忙哎。好，我知道了。这个名单是要交到学校去，对，化学系评。欢迎你。那等一下可以在这个上面留言，它是我们的社团留言板。那你可以写说你对社团的期待啊，或者是一些想说的话，什么都可以写在上面。哎，各位，注意我这边一下，就是我即将要升大4了，准备要卸下社长的职务，所以我们要选出新的社长，请大家自我推荐或是推举适合的人选。现在来提名吧。啊，佳恩，你出来选啦？我？对啊，佳恩。对啊，刚好错，按错。那1号候选人林佳恩。哎。喂，人家女生都出来选社长了，我们男生是不是应该意识一下？那我提名我们队长。我。队长。2号候选人郑仁维。给人为当就好了啦，我不要选。佳恩，佳恩，你确定现在就要放弃吗？我看蛮多同学都很推举你，而且我也很看好你。
对啊，嘉恩，你是答应参选，又不是答应直接当社长，而且透过竞选就能看出来谁最适合当寻宝社社长啊，这对寻宝社而言也很重要哎。好吧，那我同意参选。好啊，还有其他人愿意提名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是社长选举的规则，就是经由大家推举出来的候选人各自设计一个寻宝的活动。寻宝活动有设定主题吗？有，就是这个。六芒星。以六芒星为主题，设计出一个寻宝的企划，1个月之后交给所有的社员进行评选，那我们选出最适合的人，他就是下一届社长。好像很难耶。不要怕啦。那不然可以请刘川跟白雪分别当这次2位候选人的指导老师，怎么样？那先说好，刘川，你可不能偏心哦。喂，刘川才不会偏心嘞。但是如果你不放心，那就抽签来决定喽。好，来抽签哦，1人抽1支，长的是流川，短的是白雪。我先抽，短的，所以我老师是白雪。我的比你短。所以我的指导老师是流川。队长，加油！加油！好快哦！你跟学姐都已经大4了，明年就要毕业了。好难想象大学生活没有你们会怎样。你怎么啦？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我昨天等了1个晚上，我爸都没有回来。你在烦恼爷爷遗嘱的事啊？遗嘱的事我还没来得及问，不过我已经知道那些东西的下落了。在哪里？全部都被我爸捐到古物协会，拿不回来了。那些东西是留给你的，你爸怎么会这么处理啊？而且阿庆的爸爸同意这么做吗？从以前我爸就说，爷爷留给我的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他全部捐出去了。现在看来那些话是真的。可是那全都是爷爷希望你可以归还给别人的。你要不要再好好跟你爸解释一下？我相信他一定愿意帮忙想办法的。我会试试看，不过我有预感，对我爸动之以情不一定有用。他对我爷爷事向来都漠不关心，而且现在的他又忙着明年的选举，不一定会帮忙。爸，哎，你今天怎么会回来？爸，我正好，我有东西要给你，来。你呀，现在也算个大人了，不能再老是骑那台 NSR。我送你1台车，就当做是你考上律师执照的奖励。啊，爸，我看过遗嘱内容了。里面提的思想，指的就是书房钥匙，而财物，就是你捐给古物协会的那批古物。那是爷爷留给我的，我希望可以拿回来。你是怎么知道遗嘱内容的？爸，你可以联络古物协会的人，想办法把那些东西拿回来吗？那些东西已经不值什么钱了。总价值加起来也不及1台车，我看你就把这台车收下啊，那些老古董啊，就不要再去追究了。
根据爷爷留给我的线索，我找到了一本名册，里头记载的太平轮罹难者的名字，还列了一批物品。那些物品和爷爷留给我的是一样的。所以呢，经过我的调查，原来那些物品是太平轮罹难者托付给爷爷的，而爷爷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宝物还给原本属于他们的人。这怎么可能呢？哎，你们年轻人玩寻宝游戏也玩得太走火入魔了吧？爸，这不只是寻宝游戏啊！爷爷留给我这个项链，就是打开宝箱的钥匙。还有这本名册，就是我在宝箱里面发现的。这个真的是你爷爷的笔记啊！爸，我真的希望你可以理解，我是真的需要把捐给古物协会的那批古物拿回来的。好吧，我答应你。真的？哼，没想到你跟我要遗产要得这么凶，我都还活得好好的嘞。我也不知道你给我的，那些都是爷爷留给我的。知道了，我会跟协会的人联络，说你会过去，啊？谢谢爸。通往自由。我怎么会从来不知道有这个事？这些东西啊，捐赠很多东西，不错了不错了，谢谢。哎，林公子来了。哎，好。那我们这边呢，后续的事情啊，就麻烦委员跟公子啊全权处理了。好，谢谢你的体谅。那你先忙，好。伯父你好。你好，你好，还专程来帮我们处理家务事，辛苦你了。不会啦，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啊，而且我也希望可以多学习一点。哦，那好，那好，来。哎，一路以来啊，你爷爷就是特别疼你，只要有宝物都会留给你，根本忘了我的存在。因为他知道你一定不会珍惜的。那好吧，你们两个处理，我先走了。啊，不要弄得太晚，记得回家休息啊。好，我知道了，伯父再见。好。德川，你怎么老是这样跟你爸讲话？他习惯在人前装那一套，我懒得配合他而已。如果你改变跟他的沟通方式，关系或许会改善很多。你不知道他在背后做过哪些勾当。不管他做过什么，至少他对你的爱是真的啊。我不能因为爱就盲目去容忍一些错误的事啊。对不起啊，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再多了解以后再说的。那和好啊？我们又没有在吵架。等把这些谷物整理好，我们一起物归原主，好不好？嗯，一起去。哎，刘川。哎，到了。我会找你过来，是因为我设计好了一款寻宝游戏，给你鉴定一下。来啊，看看。首先，这杯红茶给你。你该不会是要跟我告白吧？我只跟单身的人告白，你已经跟林嘉恩在一起了。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没有跟嘉恩在一起，你就会……不要抓我语病了，有没有想到什么？走吧。哎，我问你哦，上一次你跟林嘉恩在外面过夜，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嘉恩应该已经跟你说过了吧？什么都不肯跟我说。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哎。这只是第一关，我设计的比较简单，接下来就没这么好解了。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认真看待这个比赛，我还蛮高兴的。那林嘉恩呢？他也很认真啊。那我问你，你对嘉恩也是认真的吗？我是认真的。这样你也解得出来，厉害！柔弱男人的陷阱嘛。不要急，慢慢想。一半给你，我们都需要能量。不管他做过什么，至少他对你的爱是真的。我不能因为爱就盲目去容忍一些错误的事啊。怎么了？看起来好像有心事，在想什么？没事，只是突然想到嘉恩。其实我很害怕自己在某些立场上面太过坚定，结果失去嘉恩。你是嘉恩青梅竹马的好朋友，可以给我一点意见吗？或是我哪里有需要改变的？怎么突然问我？我想想看啊。林嘉恩是一个很贴心的女孩子，你只要给她时间去理解，她一定会体谅你的。她绝对不会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那有什么事是做了她会开心的吗？林嘉恩只要吃得好、睡得饱，她就没烦恼。你在笑什么？我是震惊的。
小时候有一次我没有写作业，后来拿林家恩写好的作业改成了我的名字，被他知道之后，他超生气，骂了我超久。后来我买一堆零食给他，他就原谅我了。要通过他的心，先通过他的胃。走吧。拥挤的乐园，不愧是社长，一下就被你解出来。你这次寻获的宝藏，就是我本人为你献唱《拥挤的乐园》。一辈子能够遭遇多少个春天，不经别人，他们怎会了解？一生爱过就一回。沸腾的都市，盲目的爱情。Say goodbye to the crowded paradise。一段情可以忍受多少的考验？有人找到他自己的答案，当他不需要爱情。流行的都市，不安的感情。Say goodbye to the crowded paradise。一张脸可以容纳多少的表情？早晨起愉快醒过来的时候，答案写在你脸上。多彩的故事，苍白的脸孔。Say goodbye to the crowded paradise。Say goodbye to the crowded paradise。还不错，一些意见参考一下吧。学姐，你画的好工整哦，完全看不出来是手绘的。其实啊，全都要靠这些法宝啦。好好利用它们的话呢，就能画出各种几何图形。哦，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一定要仔细测量地图的长宽比例。哎，差一点就会差好几百公尺了。那，接下来换你试试看哦。想到这次寻宝活动要怎么出题吗？坦白说，我现在有点没心情，因为和流川起了一点小争执。虽然很快就和好了，没有很严重，但我觉得流川的心里有一个很深的地雷区，就是关于他家人的事。庆幸我的家庭让我可以很自由、很快乐，但好像也因为这样，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体会流川的感受。其实一般人要接触到流川家庭是非常困难的，像我以前就曾经问过流川他家里的事啊，但是我发现好像除了阿庆以外，
几乎不和别人说的。所以现在你会因为刘川和他家人的事而烦恼，在我看来，反而觉得是一种幸福哎。好吃吗？好吃，你喂的最好吃。啊，那我喂你。好吃吗？好吃，好吃。哎，最后一个。啊，我喂你。你吃啦。啊，没有关系啦，赶快啊！我喂你，你吃，你吃。好了。都不吃是不是？我吃。日启，你今天火气有点大哎。对啊，这几天怪里怪气的，一直在画画，不知道在干嘛。画什么啊？喂，这不是小薇吗？你小心一点啊！我还没画好。小薇，你来干嘛？我想说你应该下班了，所以我来送你回去。不用啦，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东西要送你。那天回到宿舍之后，我那个女孩跟小眼睛男生说，她喜欢跟他讲话，也喜欢陪在他身边，记得吗？后来在漫画网，小眼睛男生跟她说，他也喜欢跟他讲话，记得吗？那又怎样？我想了很久，终于知道小眼睛男生哪里做错了，因为他没有把话说完。他想说的其实是这句话：小薇，我喜欢跟你讲话，喜欢陪在你身边，还有我喜欢你。
我想了很久，终于知道小眼睛男生哪里做错了，因为他没有把话说完。他想说的其实是这句话：小薇，我喜欢跟你讲话，喜欢陪在你身边，还有。我喜欢你。对不起，我之前没有把话说清楚，就问你是不是愿意答应。而且，我还以为你已经答应了。那时候。说答应吗？哦，我是答应要帮你画画。所以你不答应要跟我在一起？我没有说不答应啊。没有，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这次我一定要问清楚才可以。你答应吗？我答应。现在可以送你回去了吗？不行。为什么？你地上的画都还没有收。哦，所以我现在。迟到1分钟了。我是因为去买小笼包给你吃啊，要不？我没再生气了。你说的。烫啦！好啦，我们都不要再吵架了，好不好？我们没有在吵架啊，不是你说的吗？我有说过吗？那你再答应我一次嘛。好，我答应你，我们不要吵架。怎么会突然买小笼包给我啊？你没听过吗？要先通过他的心，得先通过他的胃啊。早就通过啦。哎，名册上人这么多，我们要先从哪里开始啊？既然已经有名字了，就先去户政事务所问问吧。
学会处理许多复杂关系，却没时间享受我们亲密的关系。要别人满意，才能有条件说我愿意。你也同意谈情说爱，哪会便宜？哦耶！心在这里，水在这里，厌倦这里，却又离不开这里。Oh my heart city， 已经是最后一个了。北北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附近有一个叫李来的人吗？哦，我们要找那个李来，好像住附近，您知道吗？找他什么事情？哦，是这样的，我们有东西想替李东明先生交给他。交什么东西给他？李东明是我父亲，我就是李来。那个战乱的时候，那个地主毫无预警的就跑到大陆去了，害得一大堆佃农没有地可以耕。我父亲也是其中一个。我爸就集合所有人的钱，买了张船票到大陆去了。结果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害得我们家被人家当作骗子。唉，日子难过啊。其实您父亲当年有把这笔土地谈下来，只是他搭上撤退来台的太平轮，结果传承了。看这个好像是昨天的事情，我就知道我母亲是对的，我父亲不可能是这种人。你这地契来太晚，我妈到临死之前，还在被人家追着债。对不起，过了这么久，我们才送来这张地契。没关系，没关系，收着吧。反正这张地契也无效了，我留的只是难过而已。谢谢你们这么辛苦找到我。哎。谢谢。儿子，你在想什么？这张地契已经没有效了。那当然了，民国38年的东西到现在，怎么可能还有法律效力啊？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那张地契我已经问过了，现在是无效的。当初土地改革的时候没有提出所有权声明，应该就被政府收走了。你问过了？本来以为是你爷爷要送给你的第一桶金，没想到不是，所以我才会把它捐出去嘛。你爷爷什么都没教会我，我哪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秘密啊！哎，张妈，我那件送洗的白衬衫拿回来没有啊？为什么照片里面没有这张地契呢？来，干杯！干杯！恭喜！喝饮料配点心，恭喜大哥当选我们寻宝社的社长。谢谢。任伟啊，你当选那个社长哦，嘿，真搞哦，恭喜你啦！叔叔谢谢。跟大家解说一下，我这次的设计概念就是六芒星的6个角，代表着不同的谜题。但是不管你要解什么谜题，都会因为我的巧妙设计之下碰到异性的队友，也正好符合正三角形代表男性，倒三角形代表女性，异性互相友好的概念。其实寻宝活动本来就是要让大家互相认识联谊，难怪人文会有压倒性的胜利。谢谢。可是你这次设计的寻宝活动，我们很喜欢。不过我还是比较支持有意义的寻宝活动，像嘉恩设计的几何图形寻宝就很有意义啊，能激发社员们探险的潜能。有没有？听到没？听到没？听到了，林嘉恩，你设计的非常好，我也非常的想玩，但是还是不小心被我当选了。没关系啦，曲高和寡嘛。不过这还是我第一次看你这么认真。那是因为碰到了跟我契合的指导老师。这一次1对1的交流，我看到了你从来没有看过的刘三丰。说真的，很迷人。你在说什么？你给我从实招来！这是我跟他的小秘密。郑仁伟真的很恶心哎你！好啦，没有当上没有关系。寻宝夜游活动很多，女生半夜在外面晃来晃去的，真的会让人家很担心。这种事情交给我就好。好啦，算你贴心。谢谢，恭喜你！谢谢大家。老大，说真的，从这学期开始，我们每个月都办一次寻宝联谊，你们说好不好？我赞成，每个月一定要办一次，这样才可以照顾到我们社团内单身男性的福利啊，是不是？日奇。好，可是我们已经在一起了。什么？偷偷的这样子？什么时候？恭喜你哦！你之前怎么没有讲过啊？我不好意思啦。原来你就是小薇之前说的那个暧昧对象，我竟然看不出来你是这种会暧昧的人。哎呦，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这么开心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续杯庆祝一下。下一杯红茶我请客。等一下啊，伯父。哎呦，你嘛同学哦？我看到唔捌看过你。你这少年有影吼，一个比一个较缘投啦。如果我有儿子吼，一定比你帅，因为会像我嘛吼。啊，伯父，我还要9杯红茶加珍珠。OK， 谢谢。刘川来了。刘川，进来吧，大家都在等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吗？还是要我陪你去走走？
怎么啦？我昨天晚上发现，我爸和古物协会会长的合照里面并没有拍到地契，那地契却出现在那批古物里。听不太懂你的意思，会不会只是刚好没有拍到照啊？你那么在意的话，为什么不直接问你爸呢？我问他，他也不会跟我说实话的。还是可以试着问问看嘛。问了也只会听到他满口谎言和自私，又或者是想要误导我的看法。我可以说出我心里面的想法吗？我觉得你爸确实是一个会对外人做表面功夫的人，我也曾经被试探过，但对自己儿子毕竟不一样，不管他做什么，立场是什么，肯定不会害你的。为什么你老是要往不好的地方想，替自己爸爸先预设立场呢？我以为你可以理解我的感受。我一直有在很努力的理解你的感受啊，但我从你的话里面感觉不到。如果我不是真正这么了解我们家的状况，先不聊这个好吗？我确实很难感同身受你的家庭状况，所以你不告诉我，我更不可能了解啊。你让我感觉到的是，你一直在找理由去讨厌你爸。我只是觉得，你为什么就不能换种态度去面对他？你不了解我爸是怎么样的人。不管我爸犯多大的错误，我都会选择原谅跟包容。我爸是立法委员，他会犯的错可能跟你爸不一样。对，我爸只是个红茶店的老板，比不上你们政治人物家庭，就连犯的错在你眼中也是小的微不足道吗？这个话题不值得我们再继续讨论。回来了，怎么一声不响就出去了？他们都已经回去了哦。林佳恩，林佳恩，你又跟刘川吵架？我去找他理论。不要去啊！他现在心情一定很不好，我不想再让他更难过。你还在乎他难过？现在是你在难过，你还管他？好，我跟你说，有一个人拿了2000块，他喝醉了，走到了车行，跟那个卖车的说：“哎，你们那个 Corona 2000的来一台。”结果那个卖车的跟他说：“你去隔壁，宾士350就有。”心情好一点。谢了。
你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心情不好啊？流川跟嘉恩又吵架了。哎，你不要去破坏人家哦。我怎么可能破坏他们？我已经懂了。懂了？懂什么？嘉恩跟流川的个性很合，但家庭背景不同，也许会爱得很苦。所以，如果我不告白，维持好朋友关系，至少在嘉恩难过的时候，我还有立场可以照顾他。你干嘛这样看我？我有说错什么吗？没有啊。你今天真的好让我刮目相看哦，怎么和以前相比，突然变得这么成熟啊？我一向都成熟稳重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哦。不过说真的，我觉得你已经把对家人的亲情跟感情融合成一种很动人的，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东西嘞。意思是，你很欣赏我？嗯，不错。谢谢。刘川，哎，学长，这什么？你爷的遗嘱，我投印出来了。我爸已经发现我把遗嘱告诉你的事情了，所以他警告我，在我学会为客户保密之前，不准再靠近那间资料室。可是我就不懂啊，这些资料本来就是留给你的，为什么连想看都不行？所以哦，我就趁我老爸不在的时候，偷偷的帮你拷贝了一份。谢啦，不好意思，因为我的事还麻烦你。做兄弟的讲这干嘛？这里面的遗物清单是一份一份拍照记录的，有了这一份我就方便比对了。这是什么？这是原本的补地契，另外这一份是有地号和现在地址的土地所有权状。所以这两份比较下来，就会有什么关键的线索吗？原来土地还在。哎，这么晚还在这，没回宿舍？爸，爷爷为什么会留一张民国38年的土地交易契约给我？那明明已经没有效力了，不是吗？我上次不是已经解释过了吗？难道爷爷在这段期间都没有想过任何办法把土地保留下来，等待有朝一日让它物归原主吗？如果要把土地以我们刘家的名义保留下来，唯一能做的就是伪造文书。以你爷爷这么正直的个性，你认为他会做吗？我和嘉恩这几天已经找到这份地契的主人，李东明先生的亲人李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家当年因为没有拿到这份地契，
一辈子都活在被别人误解、侵占土地财产的阴影里，到死都没有办法还他一个清白。你能理解这种痛苦吗？我认为爷爷无论如何，即使是犯法，也会想要去补偿这样子的一个时代悲剧。我跟你爷爷相处了40年，连我都不太明白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你又怎么能真正了解呢？爸，爷爷留给我的，真的只是一张无效的地契吗？是。喂，刘松恒。哦，募款没问题了。啊，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辛苦。那个民调呢？结果怎么样？啊，好。哎呀，这一仗打得漂亮。好。你干嘛来？来了又不讲话，光杵在那。我们不在吵架吗？我不喜欢你这样一下子吵架，一下子又不讲话，让我摸不透你的情绪。如果你是来道歉的话，我给你3秒钟，1秒钟、2秒钟、3秒。可以陪我去一个地方吗？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啊？这里可能就是爷爷原本要还给李东明一家人的地。请问你们找谁啊？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这栋大楼大概多久了？我也不太确定哎。这栋大楼盖不到10年，现在这个房价很值钱呢。政府在这附近盖了很多建设，10年内涨5倍哦，这个建商可赚翻了。听说这个建商很厉害，黑白2道通吃，消息又灵通。他们在哪里买地，政府就建设在哪里。年轻人，你们来看房子吗？对不对？对有眼光，要赶快买哦，一定还会再涨。好了，你去忙你的，不要跟他们乱讲话。真的要赶快买一定会涨哦，会涨啊。谁想得到这块地现在盖满了商业大楼啊？可是这块地现在也没办法还给李来先生啊！你带我来这里是想让我知道什么？还有一件事，
我想去确认一下。没有错，这份地契的位置就是现在的新城大楼。那我想申请查询一下这个地号的所有权人是不是叫刘松恒？不是现在持有人是远生集团。那你那边有土地交易记录吗？查得到上一位持有者吗？稍等我一下哦。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啊？为什么要调交易记录？为什么要问土地持有者是不是你爸爸？我看过遗嘱里面的遗物清单，里面除了原本的这份土地契，还有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所有权状，但我爸并没有说，也不打算告诉我。先生查到了，上一个持有者是刘山峰。看来我爸真的用我的名字把地卖给远生集团了。可是那位大婶说，拥有这块地的建商是个厉害的人物。黑白两道通吃，消息灵通，买在哪里，政府的建设就会在哪里。难道说我爸跟他们？先生，请问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谢谢。小姐，刚刚那位先生申请的资料，麻烦给我一份书面的。我是。我川，对不起，我之前想的太单纯了。是我不好，我不知道你承担了家里这么大的负担，还一直想跟你争个对错。上次吵架的时候，我真心的希望是我错了，我是对的，是我误会我爸。现在事实证明是相反的，我这一点也不开心，心情反而变得好差好差。我应该要更站在你的立场想的。你会这样对你爸，一定有你的理由，但我根本不懂，还怪你，真的很对不起。好了，没事了。我现在真正担心的是，没有办法完成爷爷的遗愿。那块地本来就属于李来和那群佃农的，而他却一辈子活在别人的冷嘲热讽里。而我知道事实的真相后，却也无能为力。还有其他的办法吗？去看看他。你要把真相告诉他。李贝贝，李贝贝！哎，你们怎么又来了？我来帮忙。小心哦！我来。
没事，谢谢谢谢。不会。哎，走。哎，好了好了，到了。来，我来。哎呀，又坡很陡啊，还好你们帮我推哦。哎，来，辛苦你们，吃点麻吉吧，啊，没关系，来，谢谢，就那么辛苦，来吃点麻吉啊，谢谢。嘿，你们应该不是专程来帮我推车的啊？李薇薇，事情是这样子的。怎么样？是有什么事情不能说吗？哎，没关系，说了。是这样的，上次我们拜访过您后，特别想念您的马吉，所以我们决定以后每一天都要来帮你的忙，然后吃你的马吉。哦，你喜欢吃我的马吉，早点说嘛！来，哎呦，我跟你讲了哈，人到这种年纪哈，什么都想开了。现在只要有人喜欢吃我的麻吉，哎呀，这个事情我就最快乐了。真的很好吃。哎，是，哎，你也是。康仔，你帮我推车比较累，来多吃一点。哎，吃。李先生，你房租什么时候给呀？已经3个月了，这太夸张吧？我知道，我也在凑钱呢。不好意思，就让你跑一趟。这拿给小孩子吃。不用了，你年纪也大了，你能卖麻吉到什么时候呢？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吧？对不起啊，对不起。不要再对不起了，尽快把房租给我吧，我也要生活的。房租就麻烦你了啊。好。哎，你们怎么不吃了啊？你们不是说我的麻吉好吃吗？啊，你们在替我担心是吧？哎呦，房租我都交不出来，我还差那几个麻吉了。哎呀，吃啊！哎呀！未来本来应该有一块地，可以安享晚年，过更好的生活，现在却落魄到连房租都缴不出来。我们家实在是太对不起他了。你刚刚还是开不了口，对不对？我还在想该怎么做，我不能只是把问题推给别人，我要想办法帮他。不是帮，是把原本属于他的东西还给他。有什么办法吗？地都卖了。地卖了，难道不能买回来吗？买回来？现在那块地这么贵，你有这么多钱可以买吗？这当然还是要透过我爸，最低限度。至少要把当年卖土地的钱全部还给李来。你爸会同意这么做吗？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但这件事情一天不解决，我就会一直良心不安。这要怎么谈呢？我们直接说的话，你爸一定会反弹，而且我们这样做，就等于是在指责他侵占别人土地。
喂，我刘松恒。刘立伟您好，我是台湾时报的记者，有件事情想请教您。你好，有什么事你说。我们听到了一些消息，想跟你查证，不知道你多年以前是否曾经把一块华江地区的精华土地卖给了远生集团？若有的话，请问你卖了多少钱呢？我不太了解，你现在跟我确认这个的意思是？是这样的，刘立伟你的形象一向非常的清新，但最近却有人传闻你透过卖地获取不法得利，我们很不愿意相信这个传闻，所以一定要跟您确认。OK。我的确曾经卖过一笔华江区的土地给远生集团，但是我当年卖的价钱是3000万，远比当时的地价要低得多了。不晓得这怎么会不法得利了？啊，那我了解了。那我以后有任何问题可以再跟您确认吗？没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不用客气。爸，你有空吗？上次地契的事情还没聊完，我想我们再讨论一下。爸，什么事啊？我想再和你聊聊地契的事。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现在还有什么好聊的？但是我查到一笔土地交易记录，是写我的名字。那笔交易和爷爷留下来的地契是在同一个区块，但是爷爷留给我的地契已经无效了，所以会有这笔交易记录，就代表爷爷留给我的应该还有一份有效的土地权状，是这样吗？哦，你这样讲我就想起来，的确，对，有这样一笔。现在才想起来了，但是我不知道那块地跟你这个古地契上的是同一块啊。所以那块地也被你卖了。10年前我还是个小议员，选举嘛，需要地方派系的支持啊。当时远生集团正好需要这块地，所以他就来找我谈了。那我给他方便就卖了。可是卖地的3000万全部都在账户里，我可是一毛都没动啊！哇，你不知道那块地是爷爷原本要还给别人的吗？你怎么可以自己拿去变卖啊？我没有像你一样去解你爷爷的哑谜啊！我怎么知道要还给人家的？但你至少知道那块地是在我名下的吧？儿子啊，我卖掉是为你好，我希望你一毕业就有一大笔资金可以运用啊！爸。你到底知不知道李来一家人现在过怎么样的生活啊？他到年老都没有房子可以住，整天被人追讨房租，这不是他们应该有的人生哎！哎呦，我处处为你想，你却处处为别人想，这不是什么别人不别人的问题，这是正义的问题。我只是不知道你爷爷留了个哑谜嘛，怎么又变成正义的问题呢？那要不然你要我怎么处理嘛？我希望你至少把当年卖土地的钱还给李来。没问题，物归原主嘛，我又不是贪财的人，那你处理啊。爸，你愿意去见李来一面吗？不用了，
这是存折跟印件，你赶快拿去还给人家，啊！还有一件事啊，你得配合我一下。过几天我要参加一个政论节目接受访问，另外还有一个剪彩活动，你就跟我一起来吧，早点适应一下这样的生活啊！儿子，我知道你不喜欢在外面抛头露面，想要保有你大学最后1年的自由生活，这个我都了解。但是不管怎么说，只剩最后1年了嘛，大四要参加的社团活动也比较少了，对不对？没事跟我出去多跑跑，对你有帮助的，知不知道？张妈，你在外面是吧？张妈，
发现。公费留学每年只有2个名额，感觉好难哦，不知道要考多少次才会考上。哎呦，你不要这样想嘛，你要想你很优秀，所以现在开始准备的话，一定有机会的。嗨，老师，老师好。李佳，我刚有事要找你。学校下学期有交换学生的名额，系上要我们推荐几个学生，你会有兴趣参加吗？当然有兴趣。你上次口说课上的 speech 让我印象很深刻，我也想推荐你参加。真的吗？谢谢老师。哦，对了，明天有一个校区举办的3天2夜的英语体验营，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先去参加。报名表在助教那边有，你可以跟他拿。好。体验营的结业证书对申请交换学生是有帮助的。我知道了，谢谢老师。这次体验营我也会去哎。真的吗？学姐，你之前应该也有去过了吧？对啊，但是我这次是当辅导员。跟你说，这个活动真的很有趣，24小时都要讲英文，而且还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太期待了，太期待了！吃啊。谢谢。怎么啦？我最近在我爸的书房里面发现一本账本，账本里面1987年6月26号有一本3亿元的现金收入。3亿？对，3亿。而且和我手上那一份土地交易资料是同一个时期。我查过当时那块地的地价大概是1亿元左右。虽然我爸是以3000万把它卖掉，但同时却又获得了一笔3亿元的现金。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这会不会只是巧合啊？是不是巧合我不知道，我只相信事出必有因，尤其是越不合理的事情，背后往往都有更合理的原因。你是说，例如说，我们一般人不是都会把钱放在银行吗？如果是要以现金和账本来除以高额现金，这就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人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这么做的？所以你觉得那是违法的现金交易？我还在收集资料，没有证据，我不能妄下定论。你昨天不是要跟你爸谈谈吗？他愿意把钱还给李兰吗？他是一口就答应了，但我总觉得那3000万不一定是那笔土地卖出去的真正价钱。不是小数字哦。你有办法可以查到这笔数字的来源吗？明天我打算去议会的公报室看一下，那里应该有我爸当议员时期处理过的一些资料。要不要去吗？好啊，赶快吃啦！啊！怎么了？没有啦，我本来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的。今天系上老师说，他想推荐我去申请交换学生。那很好啊。他还建议我，希望我先去参加明天开始3天2夜的英语体验营。我本来是想要去的，可是……什么本来一定要去？先申请交换学生，
再去参加公费留学，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经历，而且公费留学考试很激烈。可是我不想要跟你分开呢。等你去当交换学生的时候，我也差不多在当兵了。好，小别胜新婚嘛。等到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们都会变成更好的人，然后更珍惜彼此。不用等到那时候，想到明天要跟你分开，我就好舍不得。那明天开始之后的3天，就当做是分开的小练习哦。分开的小练习。可是我也很想要跟你一起去追查理来地气的事情。你就放心的去享受你体验营的生活，你来的事情我会想办法解决。有什么最新的消息，我一定通知你。立刻通知。立刻通知。那下次再见面就是3天后了。这样子。那变了呢？本来不是讲好讲毕业以后考公费留学才出国，现在那个变上面的下学期就要去交换学生。恁老爸心脏无介好，你莫甲他惊死呢。爸，交换学生机会很难得啊，而且这对将来的公费留学申请也有帮助的。我知啦，女儿长大了就想尽办法要离开我这个老爸了。你怎么这样讲啊？无台湾是咧外卖甲你请到遐大汉，想要飞就要飞哦。是去念书，又不是不回来了。孩子长大了，都是要离开父母的，就让他学习独立，放下了。我知影讲孩子长大就会离开我们啦，因为是过2年啊，有咧嫁咧都别人个啦，要甲当时还当安尼做伙食饭，我是咧唔甘啦。好啦，不然我就不要。好啦，免啦，免遐委屈啦。你妈讲的也是有道理的，食苦若大吼，应该背我就帮你去背啦。谢谢爸。但是我跟你讲哦，你唔好甲我带一个阿多的囝婿转来。爸，都什么年代了，世界一家啊，就算是阿多啊也没有关系吧？你直接要甲我带阿多的囝婿转来？怎么可能？我会一直跟刘川在一起，不会变心的。你是我女儿啦，不管你做什么款的决定哦，我都会支持你的。但是你家己哦，要努力，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知不？好了啦，可以吃饭了吗？麦迪要挨挨长长啊。谢谢爸。妈，你多吃一点啊。妈，你也是，来。好，我要多吃一点妈煮的菜，最好吃了。爸，我跟你讲，我最爱吃的豆子，我分给你。爸。来吃早餐。好。婆婆好。老大。家里好吗？记者在外面等我了。真的哦。好。爸，我要走了，会迟到，来不及了。我来吃早餐。你妈还在煮呢。早回来讲话呢。等，挖出。我给你买挖出啦。嘉娜，专工买给你穿啊，你阁无炸？
哎，你对这里还真熟啊！之前刚好在议会打工过，所以才比较熟。公报室就在前面。1987年和之后3年的公报资料都在这里。怎么样？找到了吗？这里确实有我爸联合其他8位财政建设委员会的议员密集质询地政局的记录。华江区市地重划开发案，这日期和我爸收到3亿元的现金时间是差不多的。华江区跟李兰的那片土地是一样的位置吗？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爸有可能联合议员，透过质询向政府官员施压，去影响土地重划，然后从中得利？对，土地重划能让建商得利，建商也因此会给我爸一大笔现金当做答谢。上面其他几个议员也都有参与吧？你看，这是1988年的资料，你爸也是联合这8位议员密集的质询地政局。看过账本里面其他巨额款项的入账日，这和里面其中一笔的时间也差不多。所以，这已经是他们惯用的手法。越靠近真相，就越害怕。好了，不要再查了，再查下去没完没了。可是我想知道真相，我不想要再被我爸一直隐瞒下去了。我们先把这单笔的资料搞清楚吧。至少我们已经确认了，这3亿的款项跟李来的案子有关。我们是为李来的案子来的，不是吗？你还在想你爸收现金的事情吗？我在想，我爸是不是用这种方式，让地方派系推举他成为立委领袖人物的？刘川，你就别再想，你想再多，也改变不了过去的事实啊。时间不早了。哎，刘川，狗救我一下。答应 Tracy 要带某某去散步，啊。兄弟，放轻松点，让自己忙啊。去吧。走了。
么是密码？I miss you。怎么会来？怎么来了？我想应该不只是路过吧。不是说好要练习分开3天不见面了吗？那我正式宣布，练习失败。哪有这样的？都不认真练习。啊，对不起嘛，我忍不住啊。我比较厉害，都忍得住。哪有？我其实也很想你。那见到我不是应该很高兴吗？我很高兴啊，只是我们的练习怎么办啊？那只好明天再重新开始练习了。哪有这种的？我已经忍1天了，明天重新开始不就要多忍1天？那就继续练习，今天就当做给我一次后面拳吧。那我也要1次后面拳。好，没问题。我们这样好幸福哦。可是越幸福，我就越害怕。我们之后真的分得开吗？不会分开的。就算分开，我们的心也会一直在一起。各位，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除了能够邀请到明星立委刘松恒委员来到现场之外呢，更将他从未曝光的高材生独子带到现场，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的期待。让我们继续掌声欢迎刘委员以及刘山凤同学，欢迎欢迎。那我们都知道刘立伟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儿子，但是与母亲不同的是，你好像都没有在媒体上曝过光。那就不知道是父亲对你的保护呢，还是你本身就是习惯保持低调？是这样子的。我认为在求学阶段就应该要有学生的样子，应该在学校好好充实内涵，不要在外面抛头露面。现在的年轻人呢，只要一享受到名气啊，就整个人迷失掉了，不会努力打基础了。所以我希望我的儿子跟其他人一样，在学校没有差别待遇的接受大学教育。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嘛。
立伟说的非常好哦，但是我们应该也很想听听看儿子自己的说法，是吧？那我想请问你，爸爸在家里是什么样的人呢？我父亲待人很温和，想法很实际。还有就是他手腕很好。哈？什么意思？手腕很好？在家里啊，我必须扮演好爸爸还有好丈夫的角色。我很尊重我的家人，可是我的家人又很有他们自己的意见，所以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就必须用一点手腕，得让他们心服口服才行啊。立伟说的是。那么，既然讲到手腕，那我们谈谈你政治上的手腕好了。我们就知道委员呢，非常致力于推行市区的整体都市设计。那么有人说您看到了台湾未来10年的荣景，那么也有人反对的说，您支持的政策投资跟风险都有点过高，这点你怎么看呢？我个人最重视的永远是土地改革。我常常独自一个人望着一片土地去思考。去想象这块土地未来的愿景，我必须要求自己看得比任何人都还要远，才能够把每一块土地做最好的运用，人民也借此得到幸福。这个是我毕生的志愿。那当然了，改革一定带来风险，但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我愿意承担那些质疑。我们延续刚刚的话题啊，我现在手上有一份即将出刊的晚报，上头写着：立委刘松恒疑似卷入一笔3亿元的土地弊案。真假的？3亿元？不，你怎么讲的？立委，能否请你针对这则报道做一点回应呢？主持人现在秀这个报纸哈，我也是看到报纸才知道这件事。就像我说的，我愿意接受不了解的人对我的质疑，甚至是抹黑。像这种空穴来风的留言，我不会在意。只要自己行得正，就算要公布所有的财产，我都愿意。我绝对乐意接受各界对我的检验。这样就对了。有什么好做声明的？根本就是空穴来风，毫无根据嘛，莫名其妙。真的只是空穴来风吗？你现在什么意思啊？我没有涉及任何弊案，我盖社区大楼、盖商业大楼，全部都是为了人民好。利用土地和拍戏建立关系，进行其他官商勾结，也算是在为人民吗？你怎么也跟着那些媒体一起落井下石啊？有证据再说话啊！好。除了卖里来土地那3000万之外，还有一笔3亿元的入账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知道有3亿？所以是你跟记者去乱放话的。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你会对我说谎，也一定和别人说过。不用我去检举，也自然会有人想要查证。你跟你爷爷啊一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你对土地有问题，应该直接来问我，而不是去跟记者讲。土地的事情我问过你多少次了？你选择隐瞒我，你一直都在欺骗我。有些事情太复杂，你根本不要去了解。就算你了解，你也没办法去改变那个现状。你只要知道你父亲刘松恒不知道为这个国家跟土地做了多少牺牲。
你连你自己的爸爸都不支持，你怎么配做我的儿子啊？你现在这个样子，就配做爷爷的儿子吗？你，刘裁缝，你要去哪里？你把话讲清楚！你。 先生啊，对你父亲这件弊案你有什么想法？这其他人知道吗？可不可以请你发表一下你的事情？你爸刚才也踏入政坛吗？可以表达他的感想吗？会影响到您的学业吗？你可以想象心中的想法。刘三峰同学，刘三峰同学，刘三峰同学，家里这样，可以表达一下你的想法吗，刘同学？怎么样？你那边还好吗？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查出来是谁走漏了风声了没？哎呦，我现在也在伤脑筋呢，不晓得谁跟记者在乱放话。不过没关系，我们不做亏心事，不怕人家检验，对不对？是，我的立场现在跟你是一样的，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没错，这样的，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案子啊，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江兄啊，我想邀请您啊，跟其他立委还有议员，大家一起来召开记者会，我们把财产公布出来，让人民检验嘛。没错。还有啊，我希望你能运用一点关系，查出来到底是谁在乱放话，反告他诬告。其实这都是选举的伎俩啊，只要这件事情能够平息啊，我也不想太追究了啦。你们怎么不吃了啊？你们不是说我的马吉好吃吗？你们在替我担心是吧？哎呦，房租我都交不出来，我还差那几个马吉了。哎呀，吃。跟你爷爷啊一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有些事情太复杂，你根本不要去了解。就算你了解，你也没办法改变那个现实啊。这查某囝安尼啦，连尾仔都无查，唔知看咩啦。叔叔阿姨，我带东西给你们试吃。这什么啊？阿姨，什么东西这么开心啊？葡式蛋挞，思想想要跟上这个流行，一定可以大赚一笔。这个东西是一时的，你看现在有这么多人开这种店，到时候竞争激烈，一家一家定跟着倒。先赚一笔再说嘛，风潮过之前见好就收啊。好，不错，来一个。加杯路。叔叔怎么了？嘉恩忘记带袜子，他担心啊受寒感冒。叔叔，别烦恼啦！你看我穿这么少，今年的冬天一点都不冷，没事。你呀，吃蛋挞。袜子我叫人为交给他，好不好？没问题，我顺便拿蛋挞给他吃。好啊。人为啊，歹势呢，我家人不是让你照顾，多谢啦。没事的，那我先出发。好。小心一点哦。好，蛋挞记得吃哦。好。你看到晚报了吗？对这次佐利比亚有什么样的声明吗？各位大家说明一下吗？对。一切都是谣言。见到小心的谣言弊案。谢谢各位。以上是立委刘松腾对于3亿土地弊案的表态，检警将进一步进行调查，请持续锁定本台新闻后续报道。How do you think our topic? I think it's great. Thank you. What do you think this type of How about the environment? Okay, let's share more. I think it affects all of us.
course, it's a very good topic, but it's also complicated. Are you sure you can handle it? I will try my best. Okay, let's do it. Hey, Joanne. What happened? 学姐，我可以先离开一下吗？我必须要去确认一下流川有没有事。可是这样你就拿不到结业证书了。我现在真的没办法思考，我一定要去看他。好，我知道了。Excuse me, Miss Zhang. Can I go to the bathroom with Joanne? Yeah. Thank you. 学姐，万一老师一直点名点到我，那我就说你昨天吃坏肚子了。哎呀，反正想去的话就不要想那么多嘛。学姐，谢谢你。不客气，快去吧。好。哎，确定没事的话跟我说一声哦。好。你家，哎，向荣你怎么会来？走，我要拿东西给你。我不跟你说，我真的要走了，拜拜。哎，林佳恩，佳恩。郑仁维，你来的时间也太不巧了吧？佳恩姐姐要走了。哎，我特地拿蛋挞和卤味给你们吃，哎，还有佳恩他爸怕他冷，叫我拿袜子过来给他。佳恩到底去哪里啊？哎呦，不然你先找地方坐一下，我等一下要下课。好，等我一下，我等一下跟你讲。哦。郑仁伟，哇，你不是要带给我们吃的吗？你才剩一个啊？你也太会吃了吧！忍不住啊，太好吃了，一下吃了3颗。哎，排队排这么久，真的是有它的道理。好，先不聊这个，林佳恩到底怎么了？哦，喏，你看。报纸把刘川的照片都刊登出来了，佳恩现在一定很担心刘川。原来刘川他爸这么大咖，那他就是少爷了吗？他是啊，其实我也蛮惊讶的，不过这不是重点吧？这怎么不是重点？这就是重点。哎，刘川他爸是立委，搞政治。他们家庭背景一定很复杂，你看林佳恩他们家多单纯啊！林佳恩一辈子的麻烦加起来，大概没有报纸上一条字这么来的大。你叫林佳恩陪刘川去面对这件事情，古人说门当户对是有道理的。什么门当户对啊？哎，没想到你这么八股哎！这不是八股，这叫现实。谈恋爱也要把现实考虑进去。总之，我担心佳恩会很辛苦。啊，我相信他们2个一定会想到办法一起面对困难的，不用你鸡婆吃你的蛋挞啦。我不要吃蛋挞啦，吃了3颗了，胆固醇过高，我要吃个胃。哎呦，不用担心了，刘川他爸是立委，立委一定可以把事情压下来的。要不要吃？我不要。
吃那个会胖。你怕胖？我还觉得你太瘦哎，你怕胖？真的不要激光。那我吃哦。干嘛啦？这个面条，这个鱼丸，这个汤汁的味道，有层次的在我嘴巴里面爆发出来。我从来没有想过，卤味可以让我带来这么幸福的感觉。原来还是要恋爱吗？真的这么好吃啊？哎，分我一口试试看。一口也会发胖。小气耶！好了，看在也没有恋爱谈的份上，跟你吃。郑仁伟，你很过分哎！那你要不要吃嘛？要，快给我！给我吃一口就好了，拜托。李贝贝，哎，是你啊？哎，怎么只有你一个？那个爱吃我那个马吉的女孩呢？可以耽误您一下吗？有一些事想和您谈谈。哎呦，什么事情啊？看你一脸严重的样子，跟女朋友吵架了是吧？跟女朋友吵架，你找我这个老人家来问我什么？李贝贝啊，我今天是专程向您道歉的。哎，这没头没脑的，你这干嘛？来，你跟我道歉什么啦？上次来拜访的时候，带的那张旧地契，原本以为是爷爷当年回到台湾，受到白色恐怖的影响，所以没有办法及时归还，就失效了。但这几天我查到，爷爷当年因为土地改革，就伪造文书，把土地登记在自己的名字下，所以还保留了另外一份有效的地契。有效地契，但是那份地契在10年前被我父亲以3000万卖掉了。卖掉了？这是我的存折，里面的3000万原本是属于你的。我知道这3000万不足以弥补我父亲犯的错，但就我目前的能力，只能先这样了。真的非常抱歉。这么多年来我受的委屈，我们家人受的委屈，你们这个事情是钱能解决的吗？
那些佃农，我们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耕作生活。你知道那个地基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是家，是根。对你们来讲那是什么？是越变钱越多而已，钱算什么？我们失去那块土地以后，连根被拔起。时间是很快，我现在已经是半只脚踏进棺材里面了。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是怎么活过来的吗？那个没有根的痛苦，你以为你随随便便拿这个钱来就可以一笔勾销了，是不是？李伯伯，我不是这个意思。连你来，你跟我道歉，我可以尊重你。现在你要给我钱，你以前是正义，我们失去的是无价的。你不要说3000块，你300亿你也买不到。你今天就是拿那个钱来买你的心安，这个钱我不要。你们出去！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都是我们的错。出去！很抱歉，打扰了。那不是流川吗？对啊，就是他。原来他在学校吃的那么开，是因为他爸。那当然，立伟老爸。表面上很清新，谁知道干过什么勾当？如果是他，我就立刻休学。他搞抗议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多了不起，原来根本就是来撑腰嘛。是流川。刘松恒等9位民意代表疑似卷入了10年前一起3亿的土地弊案，检方现在正积极查证，一旦罪证确凿，难逃被起诉的命运。他怎么还敢回学校？对啊，他爸那么过分，污那么多，3亿耶！应该不止污3亿吧？一定更多啊！同学20元。你怎么在这？我想，应该不只是路后吧。你不是应该在体验营吗？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所以我就先离开啦。都知道了。我只知道，我很想你，很想陪着你。还好昨天有留一次豁免权，1人1次，非常公平。是什么？不客气，我们不是说好了，永远都不要分开的吗？
阿诺，训练营提早结束哦。没有啦，我只是……哦，翘课哦。爸，我决定不回去了。这次英语体验营就提前退出。哎，你这查那么奇怪呢？啊，翻脸跟翻书一样呢。啊，前2天在你讲吼，这个对将来留学有多重要。啊，结果是吧？话不爱去就不爱去。不是嘛？流川现在遇到这样的状况，我真的没有。不要任性了，这体验营关乎到你能不能去当交换学生。你不是还想申请公费留学吗？待会吃完饭我陪你回去。可是，你到底出国是你家己想要出国，还是为了流川啊？啊，找那人啊，一点主见都没有。哪有？留学是我自己决定的事，我只是想多陪陪流川。好啦好啦。你吃饭啦，啊！你妈在那边煮饭，你倒数。来，说完再说了。审核通过后，住院计划补助金额最高10万元，从培训、就业辅导到购入人才培训，社会组人员还有玛利亚。华江区3亿土地弊案，根据最新幕后消息指出，刘松恒等9位民意代表涉嫌重大。我们特别为您找到刘松恒正在就读大学的儿子刘山峰，由本台特派记者做的采访报道。这有什么好看的？不要看。刘川，这摆弊案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希望它是假的，但好像是真的。这样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啊，规工回记者那对调调，你用得真困扰。那些记者写什么说什么，我不会被影响的。爸，你不用担心流川啊，他很聪明的。我不是担心他，我是担心你啦。你有什么困难哦，我都可以帮忙啦。但是这政治吼太复杂啦，啊，尤其是你个规工记者那甲你对调调，我也是惊阮家人无法度应付啦。那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好得很。阿贝，对不起，我家出了那样的事，还让家人从体验营跑出来，是我没有把家人照顾好。是我自己跑出来，怎么能怪你？爸，流川现在已经一个头2个大，你就不要再给他压力了嘛。好啦，有对哦，你莫甲我出代志就对啦。无论如何，我一定会照顾好家人的。好了，还采访访的。我一定得回去吗？不想要你为了那些纷纷扰扰影响自己重要的事。又不止体验营重要，你的事，还有李来的事，也一样都很重要啊。怎么了吗？李来的事我搞砸了，他不接受我还他钱，还义正辞严的把我训了一顿，说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我确实没有想清楚他的感受。是他。你爸吗？要不要先进去回个电话？不用了，他只是和我确认明天剪彩的事情而已。你不用跟他好好谈谈吗？我们之前大吵了一架，现在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我知道你还是很在乎你爸爸，现在是他最脆弱的时候，你妈妈又远在国外的，
他应该很需要你，还是回去看看吧。时间不早了。我必须提出强烈的谴责，这是抹黑。我们的财产清单绝对可以摊在阳光下，有自信接受大家的检验。到目前为止，各位所听到的传言都是对手不实的抹黑。等我们调查清楚是谁在抹黑，我小川，一切都还好吗？你爸没事吧？如果他没做那些事，他就会没事。先睡了。华江区的弊案现在那么严重，你完全不受影响啊，真是厉害。唉，选举期间被人诬陷抹黑在所难免了。不过他们越挑衅，我的曝光度越高，也不是坏事啊。做大事的人就是不一样，临危不乱，佩服佩服。不过松恒啊，还是小心一点，注意一下周遭的风吹草动，毕竟人心不可测。嘿，我看还是囚路难测吧。哎，国辉啊，你最近有山峰的消息吗？他们不是都住学校宿舍吗？怎么都没跟你联络啊？最近比较少回来，小孩子闹别扭，没事。爸，三凤，三凤，三凤，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啊！上次不是说好一起去剪彩的吗？你自己去吧。刘三丰。再怎么自圆其说，错了就是错的。你要在媒体面前玩那些游戏，你就自己去玩啊！爸爸如果垮了，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他目前有工作吗？各位，我们今天是来参加原百企业大楼的正式启用典礼，我们不谈这个啊，谢谢。有所回应呢？好，针对这次的抹黑，我已经澄清过很多次了，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担保，我绝对清清白白，没有涉及任何弊案。请各位记者先生小姐一定要相信我，做最真实的报道，好不好？谢谢各位，好，谢谢。
各位记者先生小姐们，不好意思，我们剪彩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那大家可以先退回到我们记者席哦，那大家稍后鼓掌。恭喜！大家有时间可以采访，那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刘松恒立委。请剪彩。来，我们大家一起祝福原百企业宏图大展。刘委员，执行公务，好，对不起。刘委员，你涉嫌贪污和渎职，我们依法禁止拘提。带走！我是立法委员，能不能这样抓我？执行公务，对不起。我告你们了，对不起，不要带走。地检署依贪污和渎职的罪名，逮捕正在为原百企业大楼剪彩的立委刘松恒，为您连线到现场画面。带走！立法委员，能不能这样抓我？我告你们了！什么情况？啊？阿柱，谁？检方来搜索过了。我爸现在人呢？他被拘提了吗？他在台北看守所，我连他膝盖风湿痛的药都来不及给他。我拿去给他。很抱歉，我们刚询问过，刘松恒先生并不愿意见你。刘酸，你爸还好吗？下午我一结训就立刻赶过来等你了。我看到你爸被拘提的新闻，怎么会这样啊？看了好难过。你一定也很难受吧？我知道这一定不是你愿意见到的局面。有什么是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吗？不知道要说什么。我知道，你如果不想说，我就不问。但你要记得答应过我的，我们的心永远不会分开，我会一直在你身后陪伴着你的。谢谢。但我想，我现在需要一个人静一静。先送你回去好吗？没关系啦，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你应该累了吧？早点休息了。你也是，不用担心我。怎么可能不担心啊？现在能为我做的，就是好好的。先走了。
妈，你怎么回来了？你爸还好吗？我去看过他一次，但他不肯见我。他认为是我把地契的事情泄露给记者了。这个我知道。之前我跟你爸有过协议，绝对不让你知道卖地的事情。他也一直跟我保证说绝对没问题啊。可是没想到，还是闹出这么大的风波。所以，妈，你早就知道爸做那些了。我早就知道，可是我也无能为力啊。我只能躲得远远的。我不像你，有勇气，敢去面对事实。不是啊，你可以跟我说啊。本来就不应该涉入这么复杂的事情，更何况那个时候你的年纪还小，这些都不应该是你要承受的。妈妈要跟你说，真的很抱歉。不要说这个了。你还好吧？我只是没想到。爷用通往自由设下谜题，却让我发现这么多不堪的事实，真讽刺。通往自由的路，是必须要付出很沉痛的代价。等一下一起去社团吗？我跟日期约好一起去。嘉恩，嘉恩，你怎么了？你在担心流川吗？我很想帮忙，但他的问题我又没办法解决。他把自己关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进不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有一样的心情，我能够体会流川。之前抗议事件，我也有满满的愤怒和无力。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更不想要把这些负面情绪扩大到我在乎的人身上。如果流川现在的心情是这样，我更不能坐视不管。我要去打给他。你先冷静啊！你想好，你打给他要说什么？当然是问他好不好啊！这种时候怎么好啦？但我真的很想关心他们。这件事的症结点是在流川和他爸，再怎么样都是父子关系。你要先想好你的立场，你是要指责他爸涉入弊案有罪，还是要跟流川说，亲情最重要，不管弊案怎样，都要关心爸爸。你想好，你希望流川怎么做了吗？好像怎么做都不对。流川和他爸心结很深，我们已经为这些事争执过很多次。
这时候，你对流川来说真的很重要。你大概是唯一他看到还能笑得出来的人了。所以不管怎样，只要默默陪伴他，流川一定能够理得出想法的。到时候看你能帮什么忙，你再帮。小薇，谢谢你。果然是旁观者清。你说的对，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伴。希望他愿意让我陪着他。给你。也太好了吧！然后是你跟小薇的，听说很好看呢。还有你跟 Cassie 的，谢谢。然后人为你一张，我一张。这个最适合你了，你一定要去看，看了呢就可以让你思考生命的意义。什么叫最适合我啊？我哪里没有思考生命的意义？有吗？什么时候？每天。小薇，你的电影票在日期那边，然后嘉安，这是你和流川的。太好了，嘉安，你约流川一起去看啊，这样我们就可以3对情侣一起看哦。哟，怎么听起来那么刺耳啊？好像没有情侣就被排挤哈。就是啊，好可怜哦。哎，你忘了吗？流川家里出事，哪来心情看电影啊？对哦，我忘了。嘉安，不好意思啊。流川最近的情况怎么样？真没想到流川把他爸是立委的事情隐瞒这么久。流川有他自己的苦衷，我们就多体谅他吧。他只是想当个普通的大学生而已。对啊，他现在一定很烦。大家记得不要在他面前再讨论这件事情。他爸怎样我不知道，我知道他永远都是我的好兄弟。流川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个见义勇为的人，现在是，以后也是。李佳恩，流川有跟你说什么？他没说什么，只说需要一个人静一静。好了，大家不要太担心了，尤其是嘉恩你，我相信流川他一定能渡过难关的，放心。谢谢。啊，加油！加油！加油了！谢谢大家。林佳恩，你干嘛自己一个人在这边打篮球？大家都去看电影了，我还不想回家，想来运动一下。一个人投多无聊啊！来，我们来斗牛，你在屏东最厉害。我只想随便投投啊。干嘛这样啊，林佳恩？你要生气，你要难过，你要哭，你要闹，你对着我来，我让你发泄啊！我最不喜欢看你闷着。我也很想要用力的生气或难过啊，但我现在就是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等啊。好，那我陪你等。任伟，时间差不多了。干嘛？我们要去看铁达尼啊！哎，嘉恩，你要一起去吗？
我还想运动一下。那位，你跟他们一起去吧。确定？确定。好啊，那有事情打给我。放心吧。走吧。哇，好冷啊！虽然一刚开始就知道铁达尼是悲剧，但没想到却最后是这样放开 Rose 的手。我如果是 Rose， 一定不会放开他的。你等一下去哪里啊？我可能带他去海边走走吧。你们呢？小薇你呢？我要去打工，就不去了。好啊，那我就先带他去。那我们今天就先解散了。OK， 好，那我们走了。OK， 拜拜。拜拜。拜拜。怎么了？看你不太开心，电影不好看啊。可是我看杰克沉下去的时候，还蛮伤心的啊。电影很好看啊，只是我大概穷怕了。你知道是哪一幕吓到我吗？哪一幕啊？就是老年的 Rose， 他把56克拉的海洋之心丢入海里那一幕啊！我心中一直大喊不要不要不要，好可惜。但是踏出戏院回到现实，我立刻想到，我连船票都买不起，你知道吗？下个学期学费又要涨嘞，10%哎！我从进大学以来，每一年都要涨，真的吃不消。我每一天都要被现实追着跑，更不要说是梦想了。走吧。我打工的方向在那里。还有一点时间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对不起，我打工快要迟到了。哎，哇，今天一样很准时哦。走，带你去。你到底带我来干嘛？日期。还好吗？他是谁啊？他是这把小提琴的主人。前阵子他家的经济状况出了点问题，把琴给当了。结果每个礼拜这个时候，他就会来这边练琴。他长大之后想要当小提琴家，其实很多人都跟你一样，环境可能很辛苦，但是他没有忘记梦想，所以我觉得你也不需要放弃。
啦？对不起，我突然觉得很惭愧。喂，你不要惭愧啊，我只是想要鼓励你而已。我老是自怨自艾，常常忘记，其实自己已经很幸福了。我有很多幸福的地方，是别人享受不到。比如说什么啊？比如说，我还有书读，电影看，有工作可以赚钱，还有梦想可以等着我去实现。而且啊，我还有一个这么贴心的男朋友。我忽然想到，之前我去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看到一些小朋友，他们受教育的资源都特别少，看书对他们来说，其实算是一种很奢侈的享受。我们店里面有很多过期的书报杂志，每次老板都叫我们拿去做回收。如果可以，我们一起把这些书拿去给那些孩子们看，怎么样？很棒哎！要是等你收集到更多的书，我就把脚踏车改造成一台行动图书馆，然后我们就可以带着那些书一起去环岛旅行，把那些书送给需要的小朋友看。好啊，这主意我很喜欢哎。那我们现在开始筹备。好，那就说定喽，在我毕业之前一定要成型。好。好，上来吧。好，出发喽。We are the king of the world！ 喂，你小心摔车啊！哇 ！We are king of the world！ 哎，你抓好，你抓好！你快点！好。 We are the king of the world！